天天在一起，天天用心听，听见台北的声音。FM 93.1，幸福永远属于你。公民总主笔，方恩格时间。谁当家？谁当家？谁当家？你当家？谁当家？谁当家？谁当家？当家？我当家？你当家？我当家？我当家？到底谁当家？你来当家。 Welcome to Residence Messenger on Taipei Broadcasting Station. I'm your host, Ross Darrell Feingold. Today, I'll be chatting with my colleague here at FM 93.1, Will, who's been a great help with my show all year. So, Will, really, first of all, thank you very much. No problem. Anytime. You've been truly wonderful. So, it's a pleasure to not really have you as a guest, but to have you here to chat, especially as it's the end of the year. And it's what do you call it in Mandarin? 跨年？跨年、新年，对，新年都可以。国内新年。好，那你今天晚上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吗？要去哪里跨年？其实我每一年都会去听一个音乐会。什么样的音乐？大部分都是在国家音乐厅的跨年音乐会。对，像 high class。也没有到 high class， 就是听了一整年的流行音乐，对，然后你就会想要用那个 orchestra 的古典音乐 classical music 来洗一下自己的耳朵。那是几点开始？大部分都是快要10点左右，9点多10点，所以会到12点，会超过12点一点点。所以在那边就倒数。对，这样子。对，每一年几乎都是这个样子。但是问题是，如果你在里面也不能喝酒，对不对？不行，还是你偷偷带进来。No， 你会被赶出去。Yeah, we should stop here and remind our listeners, if they're going out to party tonight, 喝酒不开车 ，exactly， 开车不喝酒 ，exactly. Yes, and unfortunately, there's been so many recent news about that as well, even with some famous people. So, yeah. Hopefully, everyone will have a very safe New Year's Eve tonight, no matter what they're doing. Will, have you ever gone to the fireworks at 101? Yes, but not exactly at the 101. Some places nearby 101. It's funny because 我有很多朋友，我有问他们都会这样回答：我不会去塞进去哪里的。对，但是我有一个朋友，总是有一个朋友，他住在附近，然后都会去他的顶楼看烟火。真的有那么多人会这样做吗？其实我知道蛮多人会这样做，因为他们就是倒数完，然后就开始 party。对，那大部分的人就会聚在某一个人的家，如果真的有一个人他们家里住在101附近，或者他们家的 view 是很好的话，蛮多人会这样做。可是我这几年就也没有很喜欢 party， 所以我就会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或者是找一个感觉视野还可以的地方的马路，或者是一些小巷子里面，然后这样自己静静的看那个烟火，对，也是一个不一样的感觉。What if it's really cold tonight, though? You think a lot of people would still go? Still go, yeah. 那疫情呢？人家不会怕吗？我觉得去年我还有印象，去年的时候还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人非常多。那今年因为中间的 quarantine 的那一段期间，太多人都被闷坏了，对，所以我觉得今年的状况应该是还是一样会很多人这样，对，而且大家都要戴口罩，对不对？我觉得对，大家就是我们台湾今年守得很好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我认为就是口罩戴得很好，对，比较起其他国家来说啦。那万一下雨呢？下雨的话，我觉得人会少一点，可是还是以台湾人很喜欢排队、很喜欢一窝蜂的那个感觉，我觉得还是会很多人。那今年的延后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特色吗？我觉得每一年很好玩，每一年他们都很喜欢著称说今年是那个释放时间最长的一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每一年几乎都会这样。台湾常常是这样子，比如说抱歉，如果是总统要演讲的时候，人家会说这是最重要的演讲，或者如果是选举，总是会有人最重要的选举，最重要，你 your whole life the most important。对，每一年都是这样。对，今年好像也有听说，就是今年时间也是最长的一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啦。是不是因为快要到也是农历新年也快到，有可能，而且是 Tiger Year 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我也是
虎年出生的，对。那你就知道我小你几岁啦，我也是虎年出生的。那就有两个选择，第一是你小我12，另外一个是你小我24，对不对？我觉得12比较可能，12的可能性比较大，对。那所以呢，如果是明年如果是出生在虎年的话，maybe it's like something really good going to happen to us next year. I don't know exactly， 可是中国人有个习俗，就是你的本命年，就是你的 Tiger Years，那你会好像会有对冲还是什么的那个，他们就会说你要去点什么那个叫什么光明灯还是什么之类的嘛，就要去解你的那一年当年的那个出生年的虎年的那一年的那个煞还是什么之类的，有这么一个说法。When am I supposed to do this? I think you better don't believe that. 对，为什么？因为我是外国人嘛。It doesn't apply. Yeah.I guess so. 对，就不要相信的话，应该就没事。对，像我以前我很害怕，小时候别人告诉我看到 black cat 会有不好的那个运气。对，小时候我很相信，然后就真的好像真的看到 black cat 从我前面跑过去的时候，我就会发生什么事情。可后来等我长大，我越来越喜欢猫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我看到 black cat 的时候，我就不会有那种预设立场说我可能会发生不好的事情，后来就真的就没有这样的。所以你现在养猫吗？没有养猫，可是我喜欢去偷偷喂流浪猫，可是我会把那个罐头或者是那个带走啦，对，我不会造成他们的那个就是垃圾的问题或者环保的问题。对，那除了音乐厅之外，那今天晚上，比如说你朋友啊，他们有没有说会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比如说你会去 pub 吗，或 dancing 之类的地方？其实我前几年有试过去，因为我在这边前几年有主持一个爵士音乐的节目，对，我自己很喜欢听爵士音乐。那我有几年是没有选择到音乐厅去，就是选择到那个某一间live house， 对，那就是听 live house 的爵士乐的演出。对，那爵士乐非常迷人的地方就是每一次的表演都会不一样，因为每一个乐手他们都是即兴的在表演，歌手都是即兴的在唱，所以你每一年听到就算是一样的曲子，可是每一年的演出的人不一样，或者是他们的 solo 的地方的 feeling 不一样，所以整个呈现出来的感觉就不一样。我就觉得爵士乐是我另外一个很棒的选择。对，我小的时候，因为我在 New York City 长大，然后我每一年我真的很小，有7、8、9岁的时候，每一个 New Year's Eve 都会跟哥哥妹妹、爸爸妈妈，我们都会看那个 Times Square。OK， 就是 Big Apple， 对，就是一年的唯一一个晚上，我们可以相聚在一起，对 ，we could stay up until midnight， 对，然后我们都会庆祝一下，甚至会吃，就是在过12点就会吃蛋糕。对，年纪越来越大了，就可以喝一口 champagne 也可以。对，听起来很棒啊。对，还不错。对，那你多久没有回去做这件事情了？太久了，我跟大部分的人一样，我已经是2年没有离开台湾，所以就是我在台湾。我已经在台湾20几年，就是我这么久，就不用讲了。我longest time 没有离开台湾。OK， 没关系，我和你会 FaceTime 经常 FaceTime 他们吗？我父母不会，他们最近开始学习用 Skype， 所以他们你看他们是 one generation behind， 对不对？我想越来越多年轻人可能也不知道 Skype 到底是什么东西，我懂。对，就是 FaceTime 的前身其中之一。对，因为它还有 video 的功能。对，但是我父母真的不会用 smartphone， 所以他们用跟我用 Skype 的时候还是用 Webcam 平板，他们用一个平板，对，因为电脑他们也不会用。OK， 对，而且这个 Skype 我是邀请他们用蛮久了，3-4年以上，他们才答应我。OK。对，因为你太久没有回，他们太想念你，然后就想办法开始学。而且我说，除非你开始用 Skype， 我就根本不会回去。好坏心。对，要不然他们真的不学东西。对，但是他们最近因为这个 Omicron， 他们真的又开始 lockdown 吗？也没有 lockdown， 但是很少出门了。对，就有点像去年在大概4、5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 New York 的算是
不知道中文怎么样，那高峰期，对，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很少出门，然后按照他们的说法，他们也就已经毁掉那个状态，就是除非是除了去买必须的用品，对，买菜之类的，对。他们另外一个问题是因为他们不会用 smartphone，所以他们也不能用 Uber Eats，OK， 对不对？Food Panda 也不行啊 ，too bad。对 ，so if they want to order food or make food or eat，他们不得不自己出去开车，或者他们可以走路也可以，但是问题是现在又冷又会下雪，所以走路也危险啊，年纪大了，所以最好不要走路。对，那你要逼他们开始学会用 smartphone。明年的那个 Go 的 ，Not a chance， 快80岁了。OK， 对，好，那就不要逼他们，对，让他们开心。但是他们应该会在我们的12点。就是因为是他们的早上，对，他们早上11点，对，差不多，他们会打给我 ，OK， 对，然后第二天我们下午1点，他们的晚上10点，你会打给他们？不会，他们会打给我。你太坏了，你都不打给他们。对，尤其是现在他们会用 Skype， 所以他们可以随时。但是问题是他们，如果我不接的话，他们就会紧张，有什么特别的状况？I tried calling you on the Skype, you didn't answer 。对，所以他们以为现在他们觉得，因为他们终于学到怎么用，而且我曾经跟他们说，这个东西在我的 computer 会 ring，在我的手机也会 ring。OK， 所以他们现在以为 24/7 都可以找得到你，都找得到我。对，而且如果万一我不接。那下一次他们就会觉得发生什么事情？对，而且很奇怪，你为什么没有接？I called you on the Skype， 你没有就对他们来说是 the Skype。I called you on the Skype 。对，很可爱的爸爸妈妈。对，但是我还是希望以后有机会来台湾，因为我在台湾20几年都没有来过，连一次也没有来过。要邀请他们来一下。有邀请他们，但是他们说要的话，你要来的话，你可能要帮我们买 first class plane ticket。No problem. Not with what they pay us at the radio station. Well, it's a big problem. Okay. They don't. Okay. They don't. I feel you. Yeah, you should know. I know. Yeah. So, Will, it's the end of the year. What were some of the biggest news stories you saw in Taiwan or around the world for 2021? 要说吗？那这是我们刚刚有讨论到的议题啊，对，就是某一位艺人发生了一些事情，对，刚好就在年底左右的时候发生的，对。你觉得这是台湾最大的新闻吗？算是近期啦，不敢说是整年最大的新闻，我觉得还是跟疫情有关系，对啊，毕竟今年疫情真的影响台湾很大的一个部分，很大嘛，不像其他国家那么大。其实我们在台湾，我们今年真的还是虽然案例比较多，对，就是在5、6月份，unfortunately。some people died, but 我们还是比跟其他的国家比起，真的我们情况真的是比较好蛮多了。Yeah, we're very fortunate here in Taiwan. So thank you. We should say thank you to all the frontline workers, the medical people, and most of the government officials are doing I would say pretty good job, whether it'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r the city government. And we're not saying that just because 我们是师傅电台。是。No, I really mean it. 我常常接受外媒访问，然后会问到台湾的意见，然后我偶尔会强调我们在台湾很幸运的一部分很重要是I don't know why， 但是我们很多政治人物也是医生，真的太多了，对，连现任副总统也是医生，前任副总统也是医生，对，市长也是医生，还有其他的县市的首长，对，也是医生，对。So from that perspective, we're pretty lucky. I don't know. Maybe in the future we'll be wishing they were all like 退伍军人，退役医生。Yeah, maybe if there, hopefully there won't be a war. But we're very, very lucky to have so many doctors in positions. I think it helps people to trust what they say.
这样是一个在国外是不是不太常见的事情？大家都是读 politics 相关的。比如说在美国，医生赚那么多钱，怎么会想从政呢？真的，对。但是其实我们国会众议员参议员还是偶尔会有一些，对。但是怎么可能会放弃当医生去裁决？对，从政美国比较少。OK， 对，那我们真的很幸运啦，只能这样讲。对，那你准备打第3剂吗？你2022年会打第3剂吗？我觉得目前看起来啊，就是我有看到一些新闻，就是打了之后的。就是副作用的部分，像今天也有一些新闻有看到，就是一些年轻人打了 BNT 以后，最近的那个心脏不舒服的案例好像有变比较多，所以我基本上我还是会先再观望一下，对，因为感觉疫苗就 vaccine 出来的时间，距离到现在为止也才2年。不到吧，对不对？差不多2年，对，所以它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会不会有的 side effect， 或者是比较 long term 的 side effect 会出来，到最后会出来，会有影响。我到现在还不是很肯定，也很确定。所以每次我父母打电话从美国打电话过来，他们都会问，Russ 你什么时候打第4剂？我说你知道我等那么久才能打第1剂跟第2剂，对，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先让我休息一下？对，而且我是打 BNT， 所以 OK， 那你有自己有感觉心脏有不太舒服的地方，也还好。就是目前还好。每次 whenever I see my girlfriend, my heart just jump up and down. That's not the vaccine's problem, I guess. 其实是没有啊，真的 OK， 真的没有。那这样很好啊。对，但是混打目前还不太想要混打。对，所以我可能要再等有。BNT 的第3剂的机会，我才会去打。But like we were saying, we have all these doctors in government, so generally I try to trust them. Yeah, we should trust them. Hopefully, if the scientific facts are on their side. 但是你刚刚说疫情可能是今年最大的 story。最近我也有看到台湾。在准备，我已经可以申请那个 digital 那个数位的，对 passport 之类的 vaccine passport 听起来很 fascinating， 对 fascinating 吗？还是听起来，从 freedom 的角度来看，我有点对，因为我美国我有很多美国人，我们还是对这件事情有疑虑，就是太多我们的个资都是在政府的手上，或者。以后你要进去什么店家之类的都要出示疫苗的，其实很多国家好像也这样，已经开始实行了。美国难了，这个很多保守首长不会接受，但是比较 liberal 的，像 New York City、San Francisco、LA。已经开始实行这个 vaccine passport， 然后西欧国家很多已经开始用，对，所以呢，明年台湾到处都要吗？我剛剛也是沒有想到這個問題，所以我才會說 fascinating。可是如果侵犯到個人的 privacy 的部分的話，我自己會比較傾向說，其實不要這樣啦。就是我自己也會蠻注重自己的個資啊，或者是注重自己人民的自由意志的選擇。對，我認為你有沒有打 vaccine 或者是那個都是你們自己的選擇。如果你自己選擇做這樣的那個，那政府也不，如果在沒有到危害到別人的前提下，也不要去 force them to do something they don't want it。他們不會 force 你，但是重點是不讓你進去某個地方。對啊，那就變相的 force。對，所以像你今天晚上你要去那個音樂會，那很多國家已經開始實行類似的場所，你一定要出示大 vaccine passport。對，那所以如果你不願意的話，那你就他就不讓我聽了。那你不能去，你不能進去參加。對 ，so sad， so sad。對啊，這樣真的會影響到生活上面很一大部分不便利的地方啦。但是對，可是又 Okay, I'll tell you what. Well, if we're gonna have this show a year from now, I would bet you that 台灣會開始實行。
OK， 对，所以大家还是赶快去打疫苗，对，还是尽量那个啦，对，不只是要打疫苗，也要下载这个 digital passport，对不对？No， 对，好啦，希望可以再撑久一点。目前是还 OK， 但是不久之后，我应该会有可能。我相信台湾会，反正国外也已经是上飞机，如果大家要想开始旅行的话，可能会要就是。除非你出示这个打疫苗的记录呢，也连上飞机也不行。这个目前是美国一个争议了。是，对，因为有人是支持，当然很多人反对。就各有，我觉得真的要说哪一方对，真的都很困难，因为其实他们各自的立场跟他们的那个都讲得通，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事情一样。Well, like you said before, we just trust the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 yeah, that doesn't sound so good. Okay, I hope so. 对，好，我们的中场时间也差不多快要到了。Okay, well, 通常都是我在举那个 Q 牌子，跟那个 Ross 讲说 ，Okay, it's about half time. Okay, we'll take a break. Yeah, we'll take a short break, and we'll come back and keep talking about the year past and the year ahead. You're listening to Residence Messenger on Taipei Broadcasting Station.
如有长照服务需求、长照特别扣除额问题，请拨打1966长照专线，5分钟内通话免付费。一通电话让长期照顾管理专员协助申请长期照顾服务及解答长期照顾特别扣除额相关问题。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亲爱的朋友，您还在吸烟吗？快拿着健保卡到戒烟门诊或拨打戒烟专线0800636363。提醒您，最近兴起的电子烟、加热烟，因为没有浓浓的烟臭味，就被认为无害。其实已经证实，新兴烟品都有二手烟及三手烟的危害，甚至还有爆炸的风险。我是义工蔡依林，所有烟品都 get out。我拒烟，我骄傲。教育部提醒大家，开学防疫不松懈，请家长每日量孩子体温，如有发烧请就医，并在家休息。上课时要全程佩戴口罩，采固定座位、固定成员。使用空调时保持通风良好。用餐时采个人套餐，使用隔板或维持社交距离，不并桌、不交谈。校园防疫不松懈，安心学习有保障。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谁当家？谁当家？谁当家？你当家？谁当家？谁当家？谁当家？我当家。你当家？我当家。我当家。到底谁当家？你来当家。Welcome back to Residence Messenger on Taipei Broadcasting Station. I'm the host, Ross Darrell, finally with my special guest, who's my colleague, Will. Hi, guys. Hi, Ross. Happy New Year again to everyone. Our final day of the year just happens to be our final program of the year. And once again, we wish everyone a very happy, but also a very safe New Year's Eve, whatever you're doing tonight. Even for those people who are staying home, you should be very careful at home. Will, a lot of accidents do happen in the home. So, yeah. It's like a hot pot. Hot pot. Well, I was thinking if you open some people might open a bottle of champagne at home. In which case, we hopefully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driving because they'll be at home. So that's good. But when the cork comes out, don't aim it at anyone. Yes. Right? Okay. Right. So, or when people use the wine opener, they're screwing it in, and they slip and then they cut their hand. Exactly. Yeah. So sad. Yeah. So the people who are working at the emergency room, the doctors probably have a very busy night by like 1 or 2 a.m. You gotta say Happy New Year to the doctor. New Year to all those frontline workers again. Yes. But you shared the I Ching is like the big story in Taiwan in 2021. I'll just have to say that for me, the biggest story was the 最近王力宏。因为这个是 touched out 很多不同的领域，是 entertainment world 这个艺人，当然很多人我们都会看 follow 或者听他们的歌，对，尤其是现在这个 social media 的时代 right? Then so many people were just waiting to see what else Miss Lee posted, right? Waited like every day for a week. Lay's Hammer. Yeah, she was posting something, right? What they give her a nickname, right? What was her nickname? Like Lei Shen. Yeah. So that the social media aspect, the entertainer, someone that we've known, and he's from a different part of New York. 我也是纽约来的，但是不同的，但是要强调不一样，跟长岛，对，我是长岛，Long Island， 不要把我们far away. But also 我也觉得是实现到两岸关系，他老婆都一人一样，就是最近几年去大陆发展，对不对？而且刚好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当天从大陆回来台湾，也要隔离 ，right? So also it's involved with the quarantine and the virus, right? 所以这个故事、这个事件也跟疫情有关。还有因为我身为律师，所以有这种
跨国的离婚案件，对，我也会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我也是觉得是 very interesting story，因为其实unfortunately，因为我是律师，也是在台北偶尔也会有外国朋友寻求你的帮助。Yes. Unfortunately, it happens, but it always cause some interesting issues. 如果是不同的国籍有小孩这种案件always introduce some interesting issues. But this one just dominate the news for a few weeks. Yes, it'll probably continue into 2022. Hopefully, it could stop here. Because 我希望明年啦，就是有一些比较正面一点的新闻。可是这个新闻不可能。我今天也是去另外一个节目，也是讨论类似的topic， 就是今年最大的新闻。然后有一个来宾说那个 name change for the 国语，对，好像你有看到这个有连国际媒体也有把这件事情列入全球最大新闻。是，就是那个鲑鱼之乱，对，蛮好玩。法新社他们竟然列出了10大就是国际就是好玩有趣的新闻，那其中有一个就是台湾的鲑鱼之乱。对，竟然为了要吃免费的鲑鱼，去把自己的名字改成鲑鱼，对，这也是蛮少见的啦。对，所以因为这件事情，台湾就是在这个 top 10 list。这个 top 10我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对台湾来说，感觉上是有一点不好。对，对，所以大家还是不要贪小便宜啊！我觉得对，为了省几块钱就会这样做，省几餐，然后就是把自己的名字改掉，然后就是闹得满城风雨，然后国际的形象就会觉得说我们台湾人是不是比较贪小便宜，或者是怎么样才会让这样的事情上国际新闻？对，感觉上是一个笑话，可是对台湾的 reputation 又不是一个很好的那个。Well, I mean, from our perspective, yeah, because we live here, but maybe people outside Taiwan, 他们会觉得 wow, people in Taiwan have a good sense of humor. 希望是这样想，我觉得希望是这样想。对。那那个 list 有没有其他台湾新闻？还有一个新闻也是很好笑，有一个那个银行家，台湾的那个银行行员，对，他就是在1个月内他结婚了4次。然后为了要请一个长假，他结婚了4次，然后离婚了3次，就是结婚离婚结婚离婚，对，然后最后一次再结婚，这样就总共了4次的婚姻这样。然后他的主管还真的让他请了这样的假。那主管不觉得奇怪吗？我觉得应该是觉得非常奇怪，可是还是会为什么还让他核准？那我觉得这个银行也算是蛮不错的银行，我不知道他是哪一间。Yes, for employee, I guess. 那些女生她们不介意，她们会有这个离婚的 record 吗？我觉得搞不好他也没有真的去做这个事情啊，他只是把那个请假的 excuse 上面写这样而已，maybe 对。Then how did it become international news? I don't know. I really have no idea why. 那又是另外一种台湾之光就对了。怎么好像都不是非常好的台湾之光的感觉。对，其实台湾今年在过去1年上国际新闻大部分都是好的就必须要这样讲。Actually 大部分我会觉得是跟不好吗？因为跟两岸关系有关。 Like The Economist 经济学家杂志不是有一个封面的台湾封面 They said something like most dangerous place on earth 对不对？或者最近美国有一个专栏作者在华盛顿邮报，他写10月初就是那时候中共战机最多的频繁飞过来，对，他写 People in Taiwan were in a panic. Were you in a panic, Will? Not really. No, I don't know anyone who was really. in a panic. Really. I mean, which I think is shows it says something. Maybe it says something good about people in Taiwan, or maybe it says they're not worried enough. I don't know, but yeah, I guess you could look at it both ways. But people were not panicking. 因为已经这几年来，他们也不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了，对啊。所以我们台湾的人民目前感觉上就是已经有一点算疲乏嘛，或者是觉得已经见怪不怪了，对。可是这样也不是一件好的事情，我们必须这样讲，就是我们还是要随时有警觉。就是这个我同意，但是我有点难接受的地方是，
这个外国他说我们 panic， 他说台湾 people were panic， 我不知道他消息来源从哪里来。对 I mean obviously he wasn't listening to the great programs on this radio station because we were definitely not panicking. Look how casual we are. Yeah, but even back in early October when this was happening, right? We still go about our lives totally normally, or as we say in English, business as usual. 然后我们还请那个军事迷来分享那一些好玩的事情嘛，对，一些历史故事，对，那集我印象也蛮深刻。对，这个我觉得是明年2022年可能是值得观察的一个地方，就是国际媒体怎么看台湾。对，其实我常常批评，因为他们在外面看，对，他们在外面，然后或许他们会得到一些 bias， 就是有偏见的新闻或消息，对，然后他们就会写了，对，but yeah, I wouldn't want foreigners to write that people in Taiwan are panicking when we're not. 好，那你要多努力哦。哇，我为什么要负责？就是你也是半个台湾人，这样算起来20年的话。1/3个台湾人到目前为止，对啊，对 ，people they often say to me， 哦，你是半个台湾人，对，I say 我哪有像，慢慢的会越来越像，会吗？我觉得在一个地方生活久了，会越来越有那个地方的感觉跟味道。我不知道，就5年后、10年后，我们又再相遇的时候，你会变成怎么样？搞不好你真的就是变成一个非常有台湾感觉的人。Well, I still can't speak Taiwanese dialects. Okay, sometimes it's really hard for me. 对，Yeah. So, on New Year's Eve, you're going to go for some music. I'm actually just going to stay home. Why? Yeah, well, because your girlfriend. 女朋友另外有对，他先跟他朋友父母要看烟火。哦，OK， 对，然后他说看完烟火，他要跟朋友去唱歌。那为什么他没有 invite you? Oh, I'm too old for that. 对 ，Really? 我觉得，对，而且他们都会唱，大部分可能是唱华语歌。OK， 对，I don't really know. Not easy to fit in. Well, I guess. I mean, I don't really know the current songs, right? I don't know what's popular. So 我会。可能会吓我，如果我说我会唱什么25年前的中文歌，那个时候流行的音乐可能会被年轻人会不会，我不会笑你，真的吗？我不会。那你都听什么歌？我想要知道你最喜欢的国语歌是什么歌？我真的很久没有。那些老歌也可以，你等一下想到你再告诉我。你等一下如果想到的话 ，too embarrassing， 不会，真的不会。但是我刚来台湾的时候，我比较会，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可以学习中文的一种方式，所以我最早期在台湾，我也会常常看Channel V 或 MTV， 所以那个时候对我学习中文，我觉得是很有帮助，很有帮助。对，就跟我在听英文歌、在学英文也一样。But yeah, when I asked my girlfriend, how does she study English, and she just has one standard answer, which is Netflix. 好像现在的年轻人蛮多都是从 Netflix， 所以我可能今天晚上我一个人会在家，然后看 Netflix。 So sad. 不会，因为 there's a new season of show I like. Okay. Premiere tonight on Netflix. 哪一部？Cobra Kai。对，就是那个美国的80年代的电影 Karate Kid 的。Karate Kid。Okay. Yeah, of course now they're all like 55 years old. 对，已经是第4季了。Okay. 对，因为很受欢迎。对，so that's probably what I'll be doing. Okay. I'll be doing home, and then tomorrow afternoon I have to go to a TV show but we'll be talking about 就是比较严肃话题。Okay. 就是一样的。2021年最大的新闻，或2020年两岸关系、中美关系之类这些，说实在比较无聊的话题。对，我刚刚就想要问你，就是其实你常常在这种2种媒体，在电台当然是比较 casual talk 一点。我就想问你说，那你其实你自己比较喜欢哪一个？那你刚刚就回答了，其实你比较喜欢 casual 一点的议题。Casual is great. One of the reasons why I like hosting this program is I get to meet such interesting people. Right? Yeah. We've had lots of guests from
arts, musicians, different fields, gallery owners, a lot of restaurant owners, bar owners, journalists, authors, writers. So that's one of the great things I like about being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body criticized me like when I got the, 我去中文节目的太硬的议题的时候no one's ever happy. 所以我是观众啊，都会批评，都会在 YouTube 留言，对不对？中国的网友都会批评说我太亲美，我是美国人，right？难道我要亲中吧？对啊，那不然了。Yeah, and I mean, if we're talking about Taiwan topics, then I try to stay neutral. But then, 总是有观众，因为他们有个人的政治立场，所以他们如果我没有站在他们的立场，就会批评了。对，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好玩，所以希望明年还是会有机会常常上中文节目，尤其是地方选举就会有州合议选举，对不对？对，在年底的时候，对 ，so maybe I'll get to talk about that. 就你的观察来分析一下，我觉得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Yeah， 对，因为通常自己就是在国内的人，就像你讲的，就是自己在里面有的时候观点没有办法那么的超脱，或者是那么的 neutral，对啊，那反而以一个外面的人的立场来看我们。有的时候反而是更客观一些的，我自己这么认为。但是某一些部分我可能比较不客观。我举一个例子，尤其是因为我刚刚有谈到，明年选举，台北市也要选市长。Where I live in a 古亭，我就在古亭。那最近有盖好一个公车道，本来在罗斯福路二段那边没有，对，而且他们盖得好快，三个月之内就盖完了，所以现在在罗斯福路和屏东路口就是古亭捷运站上面有一个好漂亮的一个新的公车专用道，还有一个公车站。So there's some things that government does really well， 而且我觉得这个跟政党无关，没有关系，真的没有关系。而且其实某个程度上是跟谁是市长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个大部分的 work。那都是基层或者是中间的基层官员，对。So these kinds of things, Taipei or other parts of Taiwan, they do really well when they actually do it. 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本来没有这个在，因为是 very busy 这个交叉交叉口，所以不知道为什么本来是没有。But anyway, now I'm very happy that they built this. So for me, that's like the big 时政, kind of 政绩 that I observed over the last year. What about you? Any big change in Taipei City that you observed in 2021? 像今年有一个在南港的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就是刚刚盖好，然后明年就是会有一个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在市林内有一个很像球的那个。The one that looks kind of odd. I don't know who just came up with that design. 对，那这两个对于艺术展演的空间来说，因为台湾一直以来，台北啊，特别台北一直以来演唱会的地方不外乎就是小巨蛋，要不然 TICC， 要不然就是几个比较小的地方。那这一些地方新盖好的中型的场馆，可以容纳刚刚好的人，就不会让那些艺术家或者歌手他们一开始知名度还不是很多，然后要卖票要卖得很好才有办法在那些大场地才能开演唱会。这些中小型的场地可以帮助那些艺文人士或者是表演者，给他们有一个空间跟舞台，让他们去发挥他们学到的东西，或者他想要跟观众们分享的东西。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设啦。对，所以今年南港开了，今年南港开，明年士林开，对，所以就可以去那边看秀、听音乐。所以两个有什么不一样的？一个是 Music Center， 然后另外一个是 Performance Center， 大部分是接戏剧类或者是展演类的，对，所以两边是不太一样。对。So who should we thank for that? We get to thank the Taipei City Government o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r both? 应该他们都有，就是 City Government 跟 Central Government 都有一起合作啦。对啊，其实这只要是大型的建设或大型的政策，其实都要两方来合作，才有办法完成这些事情。你两边一直在吵来吵去，或者一直在
觉得这是我的功劳，这都没有必要。因为其实做得好，市民有感觉，就像你讲的公车专用道，是市民有感觉，觉得这是好事情，你才会想说这是哪一个人期间内做的事情，让你去回想，不是你说这个是我的政绩，那我就觉得那是你的政绩。对，其实离我家最近的捷运站出口本来就有楼梯，没有电扶梯。但是最近几年了，对，也有盖一个电扶梯。对，我那天有听那个市长室的主任就有讲说，因为台湾已经开始高龄化，就高龄化，以后就是老人口会非常非常多，然后今年已经是死亡交叉，就是出生儿已经少于那个就是变老化的人口了，所以他就要开始规划说，就是未来行动不方便的人会越来越多，所以他们就开始做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棒的事情。Well, since we're going into the new year, then maybe we should also wish for people to have more children next year in 2022. It's on you. It's on you. It's on you. I'll have to talk to my girl. Yeah, I have to talk to my girlfriend about this. 加油. She might have an opinion. What do you think is going to be the biggest story in Taiwan in 2022? 明年吗？biggest story。如果我们可以守得很好的话，我认为我们可以成为其他国家的借鉴，就是我们的疫情可以守得很棒的话，现在那个 Omicron 全球已经开始爆发了，对，那如果台湾这一次真的守得住，那我就认为我们是真的有我们厉害的地方。之前我们爆发过一次，然后我们又把它 control 下来，这一次如果别人在pandemic 或者是在疫情大流行，我们还可以守得住，那我就真的认为我们真的做得很棒，这可能就是明年一个非常棒的 story， 我认为。对。Well, I'm going to hope that we could travel next year. So maybe the big story will be 台北空空的，因为大家都出国去玩，对，有可能吧。看国外的状况，目前看起来有点不乐观，可是就是应该可以预期，让国外的人慢慢进到台湾来，可能可以稍微预期一下下。对，可能真的好难。那我觉得都很难。那我们约在台湾旅行就好。对，应该是对台湾的那个旅游业的市场也可以稍微振兴一下，不然他们真的也就今年真的也过得非常辛苦。但是当然我们要鼓励大家在台北市，对，多在台北市玩。对，毕竟我们是台北市府第二代。有。对， But remember we had a guest on the show a few weeks ago. He said, 他说因为疫情不能出国，所以其实国内很多观光景点人变很多人，而且这个对环保有一些影响。对，有一些有，虽然在台湾国内消费有正面的地方，但是他说从环保的观点来看，其实也有一些负面的后果。So of course we should remind our listeners, if you're going to do any traveling in Taipei or in Taiwan next year, do it safely and think about the environment. Yes. As well. Pick up your own trash. Oh yeah, please, absolutely. Well, especially here in Taipei. We're in Taipei, and especially tonight, people who are going out tonight, who are going to be outside. Again, have a safe and a happy new year. Pick up your trash. Yes. Don't drink and drive. Yes. Wear your masks. Did I forget anything, Will? About what people should be doing tonight when they go? Dress warmly. 应该差不多，我觉得。对。然后很感谢今年大家跟我们在一起的陪伴，对，听我们的节目，然后看我们的 show， 然后谢谢 Ross， 就带来很多很精彩的来宾，然后对谈也很棒。对，我每个礼拜都坐在这边听着他们的节目，每一个老师每一个主持人都表现得很棒，我觉得今年是我很大的其中的一个收获。Well, it's been a pleasure working with you, Will. Thank you. Me too. Okay. Well, you've been listening to Residence Messenger, and once again, I'm your host, Ross Darrell-Feingold. I've been chatting tonight with my colleague, Will, and we wish you a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s. Bye. Bye.